大家好，天堂经典版5月12号，蛇发女跟胜利女神两个伺服器都诞生52级的玩家咯，大家记得去领奖励啊！但伴随着死亡骑士陆续诞生，游戏环境却没有变得更好。最近各大社群平台啊，甚至韩国的论坛，你会发现各种劝退的文章出现，满坑满谷的谩骂针对恩熙的不作为，针对外挂玩家与工作室的横行。这种情况也不是台版才这样，韩版也是。首先带大家来看这篇韩服论坛的文章，标题叫做"退坑的顺序取决于智商的高低"。这句话呢，意思就是越早发现这游戏没救而离开的人，智商越高。这位作者呢讲得很直白，他认为现在的游戏环境已经是极度恶劣，现在的天堂经典版根本不是给正常玩家玩的，而是给工作室与喜欢博弈游戏的人玩的。他也说到，正常玩家在游戏中反而变成了被霸凌、被歧视的那一群人，因为你认真练等会被外挂玩家清场，你认真打宝，物价会被工作室搞烂。最惨的是，你还要付包月包季费用给恩熙，然后在游戏里面坐牢。他觉得这个对正常玩家来说是极大的侮辱。他劝那些因为血盟情谊舍不得走的人啊，应该带着盟友集体转战其他的游戏，而不是在这里让恩熙割韭菜。不过留言区也有玩家说啊，因为你们的期待太高了，所以失望才会大。他觉得1个月啊花650慢慢玩，当作休闲也还好。他甚至点出了一个重点啊，现在在论坛哀嚎的人很多其实都是搬砖仔，因为币值跌了，获利缩水了，才在那边叫。他说这不是赌博，如果不卖币不竞争，其实还是能玩的。所以到底是在玩游戏，还是在被游戏玩呢？另外有一位玩家点出啊，正常玩家的生存空间被外挂玩家跟工作室压缩，外挂玩家与工作室横行，导致猎场塞满。正常玩家为了变强，需要花更多的金币与更强的装备。然后也因为工作室的关系啊，量产资源导致币值乱掉，物价通膨。原本可能努力2个月能买到魂体啊，现在的价格翻倍，你的努力可能完全跟不上通膨。他直接说恩熙是故意不管外挂与工作室，恩熙不是没有能力管，而是为了财报才不处理。恩熙其实掌握了所有账号的登录数据、游戏行为，谁是工作室，谁是外挂玩家，其实恩熙都看得清清楚楚。但他放任工作室存在，可以维持在线人数的漂亮数字，甚至有些机制关监狱跟账号认证，其实就是恩熙根本知道哪些是违规账号，但就是不愿意制裁他们。他说这个对正常玩家来说，官方的行为就是最大的背叛。最后就是这篇文章，这是一位台湾玩家用韩文写的控诉文，直接发在官方论坛，希望可以引起韩国玩家的注意。他列出几点罪状啊，季票奖励未发放。他说部分玩家买了春之气息的季票，钱扣了，活动道具却没有给。再来就是他说玩家登录游戏却要排队12个小时以上的时间。还有上市前官方说没有商城道具，现在几乎每周都出几率性的商城道具。这个部分我就要说一下，其实恩熙之前啊真的没有说他们绝对不开商城，只是他们用比较间接性的方式透露了，他们是说他们会提供实用性的外观，只是现在外观长什么样子大家应该都已经看到了。至于排队12个小时，这个确实是官方的问题。因为收了月费就应该提供稳定的连线环境，而不是让玩家在那边排队。这位玩家提到以前橘子啊、火龙窟版本打怪物品是直接掉在角色身上，但现在经典版呢，在 PVP 伺服器啊还是落在地上。另外他还说恩熙让玩家在游戏中买道具才能检举外挂，让他觉得非常的荒谬。因为我付钱玩游戏，还要在游戏里面帮你做保全的工作，他觉得非常奇怪。我对这篇文章的感觉是这样啦，因为虽然恩熙做得很烂没有错，但是有些东西呢，他们没有承诺过的事情啊，却强加在这篇文章里头，像是打怪物品掉落在地上的问题。虽然我现在玩的也是很干啦，就是要一直捡东西，但是官方就是没有说过他们要调整啊，都是我们玩家希望官方可以调整的地方。还有就是商城的部分，当初天堂经典版上市前 FAQ 也没有说它不开商城，
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啊，人家做的烂，欠骂没有错，但是人家没有承诺过的事情，没有说会更新的事情，强加在人家身上，好像也是这么一点怪啊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内容，感谢大家观看。大家对于台湾玩家写这篇文章有什么想法，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分享哦。